感谢 B 站粉丝杨老师在广州和赵英清 Official 对本期节目内容的大力支持。Hello， 各位玩家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猫喵的姐夫。在2023年，无论你是主机游戏玩家还是 VR 爱好者，Sony 新发布的 PSVR2 必定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新设备。作为一台纯粹的 VR 游戏机，透过直连 PS5 就可以有 PCVR 级别画质的 VR 游戏，甚至带一台显示器连接 PS5 玩游戏、看视频也行。在宣传片里提到的 4K HDR、头戴震动回馈、眼动追踪、全新设计的手柄等等，这些新功能是否真的可以把玩家带到一个更沉浸的虚拟世界里呢？跟其他 VR 头显相比，在佩戴舒适度和游戏生态上有什么区别呢？值不值得我一大早在首发日到店自提呢？这些都会在今天这期视频跟你聊一下的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了，先来个开箱。像开一个生日蛋糕一样。这配件盒，箱子里的东西比较简单，一个 VR 头显，2个手柄，一副耳机和额外的耳塞，还有一条 USB 数据线和不用看的说明书。感觉这一次 PSVR2 这个包装很环保啊。PSVR2 手柄的造型跟一代的按摩棒相比起来，简直是全新的进化啊！有一圈追踪环抱住手部，透过 PSVR2 上的摄像头追踪手环里的红外摄像头，不需要额外加设基站就能够追踪头、手和身体全方位的定位，就像 Quest 2和 Pico 4那样。这对新手柄的按键布局也跟主流的 VR 设计同步了。不过手柄真正的创新是跟 PS5 手柄同款的震动回馈和自适应扳机。有玩过 PS5 里宇宙机器人的玩家应该十分清楚震动的细腻和按下 L2、R2 时候的触感站立。2个 PSVR2 Sense 手柄是采用了充电锂电池，插上 USB-C 电线就可以充电了。不过包装里只有一条 USB-C 线，可能是考虑到 PS5 本身已经有一条数据线，其实给一条1开2的充电线也行啊。如果想更优雅充电的话，可以入手额外发售的充电座，像 Quest Pro 手柄一样齐膝充电，或者等一下第三方出的配件应该会便宜更多的。轮到最重要的 VR 头显本体了。 PSVR2 的造型跟其他头显相比好像比较大，不过重量比它们都轻。先试一下戴上去，它这个挺舒服，额头跟后脑勺那个材质都是硅胶，跟第一代很不同。眼胶它不会压住脸，它只是轻轻的贴着脸，这一点挺赞的。最重要的承托就是在额头这里，硅胶的眼胶就很舒服，跟其他的 VR 相比真的很好。而且这个密封性也挺不错，可以按一下右上角这个按钮来调镜片跟眼睛的距离。那当然如果你拉得越远的话，就会牺牲了视场角，看到这里会有一圈透光的。还可以透过左上角这个滚轮来调里面的瞳距。试一下戴我这个太阳眼镜能不能放得进去，应该可以的，试一下。是没问题的。眼胶跟 PSVR 一样都是硅胶材质，而且戴上去不会压脸。头戴继承了一代非常优秀的人体工学，靠额头和后脑的2点支撑，按住解锁按钮就可以拉伸，扭转时收紧。除了佩戴舒适度以外，头显里的清晰度也很重要。PSVR2 是采用了一对2000x2040 OLED 屏幕，110度视场角和最高120赫兹刷新率。PSVR2 的分辨率比 Quest 2和 Quest Pro 都高，但是比 Pico 4低，属于正常主流水平。当然跟 PSVR 相比简直是飞跃式进步啊，色彩感觉更加丰富饱和，场景的黑暗部分变成真正的黑，而不是深灰色。但是确定 VR 的视觉效果好不好，并不只取决于屏幕分辨率。PSVR2 为了清晰度、亮度和更广的视野，在光学部分采用了菲涅尔透镜，在剧院模式下看4个边缘，没有像 Quest 2或者 Pico 4的聚气感，但是能看到有色差。另外跟其他 VR 头显不同， PSVR2 是没有内置喇叭外放的，可能是顾及到隐私和想提供更立体的声效吧。包装里有附赠 3.5毫米的入耳式耳机，耳机不用时可以塞到2侧的孔里。不过我个人不太喜欢有线耳机，试了一下用无线耳机都可以，显得更优雅。这一次 PSVR2 只支持 PS5，连接方式非常简单，只需要把固定在头显上的 USB-C 线插到 PS5 上就可以了，不像 PSVR 要拿一大堆接线盒什么的。讲了这么多硬件上的体验，要不连线 PS5 带上 PSVR2 体验一下吧。我们把这个 PSVR2 连接到这个 PS5 上面，就只需要把这一条线插进去就好了。里面的开关打开，哇，有个震动，请取消 VR 头戴设备，然后按照电视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。设置你的 PlayStation VR2，挺特别的哦，它这个配对方式
因为跟 Quest 2、Quest Pro 啊、Pico 4都不一样。我们要清除部分的空间，但是我现在就先不清了，我直接用这里，这应该大概不够1米吧。好了，哦，还有科技感的，这样子看，按钮按下去，我觉得质感有点硬哦，没有 PS5 刚出的时候那么好按。先扫描一下我们的周围，哇吼！我觉得这个透视好高清啊，比 Quest 2的高清多了。开启这个临时的游玩空间，我们可以就画一个圈。其实我们可以设置坐姿、站姿，还有房间范围。但是我想示范一下，我们其实坐着都可以玩得到的，那就先坐着玩吧。我们后面还可以重新设定这个游玩空间的。哦，好高科技啊！哈哈，哇！哇！得益于 PSVR 2自带的眼动追踪功能 ，PSVR 2有一个引导校准，协助玩家调校出正确的眼距和光学透镜的位置，可以有效减少甜蜜点小导致眩晕的问题。我们还可以调整这个眼球追踪，我看向左边就看到这个紫色点，粉红色、红色、紫色、黄色、蓝色、浅蓝色，就我连头部都不用动。直接用眼珠子瞄一下就好了。眼动追踪同时在游戏里也有应用到的，这个叫注视点渲染的科技，可以把你的眼睛看到的部分用高分辨率渲染，其余的用低一点来节省算力。在地平线3至互按特别明显，十分震撼的。自适应扳机和头戴震动也是令我很惊喜的功能。哇，这个音，哇，我的头这里会震动的。这个震动太神奇了，就跟那个 PS5 手柄有的发，哇，好高啊！这个它走过来的时候，我的手柄跟头顶也会轻轻的震动，哇！在地平线 VR 里发挥的十分好，靠视觉和触觉一下子把我拉到故事里面了。我个人最喜欢玩 GT 赛车7，在入 VR 模式更新后，一开始的界面跟在电视上玩一样。但是到了正式开车时，会切换到 VR 视角，可以看到整车的内饰。哇哦，不能这样子看窗外啊！仪表盘能实时反映你的速度，还可以扭头看一些副驾甚至后座，让我很惊叹每一辆汽车建模的近视。我们去 VR 展厅看看。哇吼吼！我的零玻璃，我好爱这个通车，真的细节满满啊！进了车内视角，哇！这好像真的一样。如果你有开过车的话，你可能会懂我。我看到这个材质啊，这个皮跟这个胶，还有这个反光，哇！如果把所有漂浮的赛车信息关掉后，很像自己在开真实的赛车。假如把方向盘都安排上的话，绝对会更加沉浸的。懂模拟赛车的你，推荐用哪一个方向盘呢？可以留言说一下哦。开车的时候虽然速度挺快，不过我没有感觉到晕。而且你开车的时候，说实话，你大部分时间都是专注看着前面的。你如果要靠后视镜啊那些，还有侧面那个镜啊，你都是用眼珠子去瞟。你说会晕吗？我觉得不晕啊。你看我看到120都不觉得很晕。但是能看到部分远处建筑来不及渲染，算是一个小 bug 吧。但整体的VR花我是很满意的，强烈推荐在京东高速开车，把天气调成下雨更有感觉哦，像自己在冬季一样。这个真的值了，这也是我目前最喜欢的 PSVR 2游戏。生化危机村庄的主线剧情也做了 VR 化，而且有一个 VR 的教学，示范新的交互方式。里面的过场动画有些更可以在 VR 视角下看，挺过瘾的。夫人的在 VR 里玩《生化危机村庄》跟在 PS5 上完全不一样的。以前可以无脑突 VR 里却因为所有东西的比例都变成跟真人一样，怪兽扑上来是几乎跟我脸贴脸，非常刺激的。还
还有支援模式也可以说一下。如果你不玩 VR 时，也可以当做一个显示器使用。把屏幕尺寸调到最大的话，有点像2米距离看200寸巨幕。但是这模式下，四周环境是全黑的。如果想找手柄或者其他东西的话，要按一下功能键切换到透视模式。所以我更喜欢把硅胶眼罩去掉。PSVR 2两侧是有阻挡外面光线的作用，可以靠闭下的余光来看手柄操作。加上剧院模式里，电视是不播放影像和声音。这样就有一个私密巨幕玩游戏啦。不过 PSVR 2也不是没有槽点的，屏幕上有一层磨砂薄膜，仔细看能看到闪开的像素颗粒。可能有人会觉得糊，其实是跟 PSVR 一代一样的，屏幕有一层特殊的膜，大大减少纱窗效应。不过索尼的 OLED 屏不是3星的装饰排列，一直都是 RGB 排列，所以有效像素不会打折扣的。再加上因为用菲涅尔透镜而导致甜蜜点跟 Pancake 折叠光路透镜相比偏小，只要头部晃动厉害一点，视野容易失焦，需要上下调节头显位置才看得最清晰。我个人觉得整体清晰度的话是 Quest Pro， 然后 Pico 4、PSVR 2， 最后是 Quest 2的。还有快速动态移动容易糊，正态时反而不会的。我猜可能是注视点渲染来不及做，在地平线上至互换GT 赛车7里都能看出来，但是录屏录不出，地平线的动态模糊会明显一点。GT 7我理解为开车时风景的动态模糊，只要你的头部别经常大幅度转动，看车身内细节就没问题了。看后视镜的话问题也不大，反而在生化危机村庄不太察觉到糊的情况。可能我玩的进度还是比较前，场景以暗示为主，而且走路转身系统都调慢了一点。如果是软件或者算法的问题，后续更新或许能改善，可以再观察一下的。还有一个不算缺点的缺点，目前 PSVR 2是不支持连接电脑玩 PCVR 游戏，电脑能识别到一个显示器，但是 SteamVR 是没有任何反应的，这个可能会让本身有 PCVR 的玩家有点却步的原因之一。这些问题我会持续跟进，可以先关注频道，等我后面的更新哦。目前来说，我是挺满意 PSVR 2的。视觉效果和操作更贴近主流 VR 水平，一些独占作品对于头戴和手柄的触觉反馈应用十分出色，有良好的引导校准功能，协助玩家减少眩晕感。只要索尼继续投入 VR， 开发更多或者引入出色的 VR 作品，例如半衰期艾利克斯，甚至像 GT 赛车7和生化危机村庄，把本来平面的游戏 VR 化，以索尼第一方的号召力，应该是可以做到的。你觉得有哪些游戏应该 VR 化呢？可能把最近的死亡空间重置版 VR 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如果你从来没有玩过 VR， 但是又拥有 PS5 的话，把 PSVR 2作为第一个体验 VR 的设备，我觉得绝对可以的。里面的画质比 VR 一体机游戏强很多，属于中阶的 PCVR 水平，应该比较多人能接受的。普通人想入坑或者尝鲜，我更推荐去线下电玩店试试，觉得合适再入手。对于普通玩家来说，索尼就是想告诉他们，原来 VR 还能这样玩，快来亲自试试哦。对于游戏开发者来说，索尼这个平台有钱赚，赶快过来做游戏吧。VR 是一个必须亲自体验才能领略到魅力所在的设备，对于电玩店老板应该是个利好的尝试，利用新游戏和设备来吸引新顾客，也可以服务好老客，选择入一台 PSVR 2观望下，或者做活动引客哦。因为节目时长的缘故，更详细的 PSVR 2游戏体验，还有跟其他 VR 头显的比较，后面姐夫会做多几期节目详细聊的。你会愿意去试玩 PSVR 2，感受一下次世代主机在三维空间里的魅力吗？哪些 VR 游戏更吸引你入坑呢？如果你对 PSVR 2有些什么疑问想我解答，也可以在弹幕或评论区告诉我哦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，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这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，支持一下姐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。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。这里是茶玩 VR，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造船的 XR 爱好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